蓝忘机指道：记忆一事亦与金丹有关。江澄立刻不问了。记忆一事与金丹有关，等同于说与他俩的修炼方式有关。金陵心里十分难过，他自以为罗织了天衣无缝的美好谎言，却没想到这么快便会被拆穿。江澄则忽然想起了那日在山道凉亭里，魏无羡勾住他的肩膀，往他胸口上招呼的那一拳。年少时的习惯与情谊，热络与亲密，尽在那一拳之中。待他恢复记忆，便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。他俩不过是还能一起吃几顿饭的关系，多数时候还是因为金陵在旁，仅此而已。江澄不愿承认内心的怅然，只是端坐一旁，默然无言。金陵又问：那他现在是还在睡？蓝忘机道：是。又道：快醒了。昨夜梦中场景不断变换，整夜不停，他们一同走过的每一处山水，他都带他重温。骤然接纳重生归来之后的记忆片段，魏无羡需要深睡调整。蓝忘机焚香弹琴，助他入眠。江澄、金陵未到之时，蓝忘机便是一直在屋内抚琴。蓝忘机略有些踟蹰，将江澄和金陵留在院内等候，非待客之道，但他的确不愿在屋外久坐。这种时刻，他只想一直守在魏婴身边。许是因为琴声止了许久，屋内突然传来机不可察的先辈声响。蓝忘机立刻起身，稍待。蓝忘机疾步跨入屋内，关上了屋门。金陵仍在惶然，问道：他会全部想起来吗？江澄想起于梦境内甚嚣尘上的流言蜚语，语气阴沉：就算他想不起来，其他人也会帮他想起来。金陵郁结：那岂不是又和从前一样了？江澄没搭话：当然和从前不一样，他有金丹了，不一样了。须臾，魏无羡披着一件云纹罩衫推门而出，乌黑长发用一条雪白飘带低低系于颈后，细看之下竟是用蓝氏抹额束发。小金宗主，你来看我了。魏无羡一双眼睛宛如新月，笑意盈盈，见江澄也在，笑道：江宗主也来了。金陵从未听过魏无羡与江澄说话如此调侃，如此轻松。江澄一时惊讶，复又想起，若蓝忘机所说无错，魏无羡现在应是只记得最近之事。他记起了一些事，但还有一些事暂未想起，暂时。所以他的态度如此家常。如此家常的态度，便也只是今日一日而已。过了今日，便不会再有。金陵打量一番，不确定地问：你怎么好像变了一点？样子变了一点。魏无羡微笑道：更俊了吧？怪里怪气的，不如原来。原来好看，原来毕竟是我们金家人的相貌。江澄这才发觉魏无羡的相貌与从前更像了，原就是记忆深处一张过分熟悉的脸，仿佛本应同魏无羡三个字生在一处，长在一块的一张脸。初看还未察觉，经金陵提醒，才发现这张脸配上蓝氏白衣，是如此的扎眼，如此的违和。江澄想，难怪金陵觉得怪里怪气，的确怪里怪气。另一位同样身着蓝氏白衣之人，此时也来到了桌旁。蓝忘机端来古朴精致的茶具，姿态优雅，亲自不茶。茶叶是抱新白牡丹，金陵台上常备，是金陵这个年纪的最爱。就当是看在金陵的份上。江澄努力把心里那股别扭的感觉压了下去。魏无羡告状道：蓝湛，金陵说我现在的样子怪里怪气，不如之前那张脸。蓝忘机指道：既已结丹，样貌理应更效你魂魄本来面目。金陵问：你真的又结丹了吗？自然。魏无羡伸出手，掌心聚起一团绯红灵光，宛如跃动的火苗。透过闪耀的灵光，江澄和金陵都注意到，在新丹出成的修士之中，魏无羡已称得上灵力强劲，根基稳固。金陵却道：灵力低微，不过如此。魏无羡笑道：自然比不得小金宗主，也就只配在小金宗主手下走200-300招，至多100招。仙子一起上，至多10招。魏无羡正想问仙子是谁，随后便想起仙子是金陵麾下灵犬。我俩过招自然是单打独斗，你叫仙子来，算什么本事？金陵闷闷不乐：你记起仙子了？你果然想起许多事情。想起一些。魏无羡只是看了蓝忘机带他看到的香炉梦境，还未来得及自行沉入表灵石境召集记忆碎片。这件事他是打算今夜再次入梦之前来做的。
蓝忘机已让他看到所有好的回忆，今夜他要一鼓作气，赶在记忆自行无序恢复之前，主动忆起所有不好的事情。所以魏无羡此时的记起最近几年之事，与江澄猜想中的最近几年之事有微妙的不同，比江澄所猜想的还要记得少一些。江澄还是追问：金丹不会再有别的变故了吧？蓝忘机道：不会，脉象平和，金丹稳固。你好好在家待着，闭关调养，固本培元，不要再出去闲逛了。魏无羡笑：多谢小金宗主关心，也多谢江宗主关心呀。又来了过分家常、过分亲厚的语气。魏无羡只恢复一半记忆，便是这样待自己吗？有一些像从前。江澄说不清心里是何种情绪，他不允许自己做缅怀过往之人。魏无羡上在铜金铃展示他对灵力的精妙控制，指尖释出细如丝线的赤红灵流，那灵流先是盘成一朵卷云纹形状，然后迅速结成一枚饱满的金星雪浪花苞，花朵轻盈绽放，花瓣一瓣一瓣舒展开来，完全是他少年时招蜂引蝶，吸引姑娘的路数。这个人接了金丹便开始炫耀。你以前不是很爱在人前秀剑法的吗？以前是小孩子，谁能永远是小孩子？他又变回小孩子了，他结丹了，自己从此拔不出随便了。眼前这位寒光君蓝忘机，他拔得出。用蓝氏抹额随意束发的魏无羡固然让他心里不舒坦，左看右看看不惯，但是魏无羡重修金丹始终是一件幸事，仿佛一直梗在喉头的尖刺，压在心上的冰山，悄无声息地开始溶解，仿佛他终于不再亏欠他什么。江澄反复告诉自己，就当是我不再欠他了，所以从今往后只剩下他欠我的。这样想着便好受许多。他今后若是给了魏无羡好脸色，那便是他大度了，十分微妙的优越感，就好像终于扳回一城。长久以来积郁心头的浊气一点一点开始消散，看一袭白衣的魏无羡终于顺眼一些，连带着蓝忘机也顺眼了。谁叫他是那种方式结丹？江澄自袖中掏出一个紫色锦盒，放到桌上，冷冰冰地道：贺你结丹的礼物。江澄这么客气。魏无羡笑嘻嘻地拿过锦盒，打开来看，是一对纹样精美的缠枝莲文青心灵，一枚紫穗，一枚蓝穗，其实是当年合集时就应赠予的礼物。但比石江澄心里总觉得怪异，便择了其他贺礼，与金陵的礼物并作一处送了。当年的贺礼样样俱是奇珍，贵重非常，但独独没有成双成对、寓意好合的物件。江澄道：寒光君是蓝家人，故换了蓝色穗子。赠与心腹的清心灵本应是连粉长穗，蓝忘机是男子，自然不便用红粉之色。既然当今世上只有他二人能拔出随便，有些事不想认也得认。魏无羡心想，给蓝湛换了蓝穗，给我换了紫穗，江澄真是难得心细一回。魏无羡笑道：江澄很伤到吗？谢了。魏无羡欢快地拿着蓝穗清心灵，往蓝忘机腰间比划，不自觉地就往蓝忘机身上靠去。江澄涌起一阵恶寒，猛地咳了一声：你矜持一点，不要顶着这张脸投怀送抱。魏无羡奇道：这张脸怎么了？这张脸不适合断袖，之前那张小白脸我勉强看习惯了。魏无羡无所谓的耸耸肩：那么现在这张脸也烦请江宗主尽快习惯吧，我在蓝湛面前矜持不了。说完仍往蓝忘机腰间摸去。江澄忙道：你们来莲花坞时带着就好，又不是日常佩戴的物件。蓝忘机捉住魏无羡作乱的手，将银铃放回盒中。多谢江宗主。魏无羡转向金陵：小金宗主，你的礼物呢？我是小辈，为什么要我反过来送你东西？金陵万万想不到江澄竟会以清心灵相赠。我结丹了，你不祝贺我吗？金陵毫无诚意地道：祝贺你啊，以你这天资真不容易。阿玲，你怎么这样？要不你送我几坛兰陵的孟福生？金陵大手一挥，豪气干云：我送你50坛，皆去寻20年份以上的，但是寒光郡允许你喝的时候，你才能喝。魏无羡笑：小金宗主果然财大气粗。四人又随意聊了一些，魏无羡越是亲厚如初，江澄心里越是别扭不已，百般滋味。没聊太久，直到还有要事处理，江澄拖着金陵走了。
出了云深不知处的山门，精灵道：“舅舅，原来你和魏无羡是可以这样相处的。”